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轨迹的经典之作《真实的幸福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，马丁·塞利格曼 （Martin P. Seligman）。塞利格曼博士不仅是美国心理学会的前主席，更是一位在心理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。他通过数十年的研究，揭示了幸福的真正含义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我们提升生活的幸福感。真实的幸福不仅仅是一本心理学书籍，它更是一本生活指南，一本能够帮助你重新审视生活，发现内心深处真正幸福的宝典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焦虑所困扰，幸福感似乎变得遥不可及。然而，塞利格曼博士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，幸福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能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乐观和积极，而有些人却总是被负面情绪所淹没？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 （Viktor Frankl） 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，在那里，他失去了家人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然而，弗兰克尔并没有被绝望吞噬，相反，他通过观察和思考，发现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强大。他在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一书中写道，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我们有选择如何反应的自由。正是这种对自由意志的信念，帮助弗兰克尔在极端困境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这个故事引出了真实的幸福中的一个核心观点：幸福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，而是由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环境所决定的。1. 幸福的三大要素：愉悦的生活、投入的生活、有意义的生活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提出了幸福的三大要素：愉悦的生活、投入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。愉悦的生活 The Pleasant Life。 愉悦的生活是指那些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的时刻，比如享受美食、听音乐、与朋友聚会等。这些短暂的快乐体验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它们往往是短暂的，难以持久。书中提到，愉悦的生活是幸福的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充分条件。仅仅追求愉悦的生活，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。投入的生活 The Engaged Life。 投入的生活是指那些让我们全身心投入、忘却自我的时刻，比如在工作中发挥创造力，在运动中挑战自我，在艺术中表达自我等。这些体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心流 flow 的状态，即一种完全沉浸和忘我的体验。塞利格曼博士指出，心流状态是幸福的强大来源，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有意义的生活 The Meaningful Life。 有意义的生活是指那些让我们感到生命有价值的时刻，比如为他人服务、追求个人目标、实现自我价值等。这些体验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。书中写道，有意义的生活是幸福的最高境界，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和使命感。要提升幸福感，我们需要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努力：培养愉悦的生活，学会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，珍惜每一个快乐的瞬间；创造投入的生活，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并全身心投入其中；挑战自我，追求卓越。追求有意义的生活，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，找到自己的价值观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心流的案例。一位名叫乔的攀岩爱好者，在一次攀岩过程中体验到了心流状态。他描述到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完全忘记了自我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只剩下我和岩石之间的对话。这种心流体验让乔感受到了深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2. 积极情绪的力量：感恩、乐观、希望。塞利格曼博士强调了积极情绪在提升幸福感中的重要作用，并介绍了3种关键的积极情绪：感恩、乐观和希望。感恩 Gratitude。 感恩是指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心怀感激，并表达出来。书中指出，感恩是一种强大的积极情绪，它能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，从而提升幸福感。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，定期向他人表达你的感激之情。感恩练习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，改善人际关系，并减少负面情绪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感恩练习的案例。一位名叫珍妮的女士在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后，开始每天写下3件让她感到感恩的事情。几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她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，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。乐观 Optimism。 乐观是指对未来的积极预期，相信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书中写道，乐观的人更容易看到生活中的积极面，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资源去应对挑战，学会用积极的语言描述问题，培养成长型思维，相信能力是可以改变的。乐观的态度可以增强我们的抗压能力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并促进身心健康。
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乐观的案例。一位名叫汤姆的商人，在经历了一次商业失败后，并没有被挫折击倒，而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。他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并积极寻找新的机会。最终，他不仅东山再起，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功。希望 （hope） 希望是指对未来的美好期待，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和资源去实现这些期待。书中指出，希望是一种强大的积极情绪，它能激发我们的内在动力，激励我们不断追求目标，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并制定可行的计划，培养自我效能感，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。希望可以增强我们的动力和毅力，帮助我们克服困难，实现目标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案例。一位名叫玛丽的年轻女孩，梦想成为一名医生，然而她的家庭经济条件有限，学习的道路充满挑战。但她始终怀揣希望，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3. 培养乐观思维 ABCDE 模型。塞利格曼博士介绍了 ABCDE 模型，帮助我们培养乐观思维。Adversity 逆境，逆境是指那些我们面临的挑战、挫折和困难。B belief 信念，信念是指我们对逆境的解释和看法。C consequence 结果，结果是指由信念引发的情绪和行为。D disputation 反驳，反驳是指对我们消极信念的质疑和挑战。E energization 激发，激发是指通过反驳获得的积极情绪和动力。当面对逆境时，识别自己的消极信念，学会用积极的证据来反驳这些消极信念，培养积极的解释风格，将挫折视为暂时的、可控的和特定的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 ABCDE 模型的案例。一位名叫麦克的销售员，在一次重要的销售谈判中失败了，他感到非常沮丧，认为自己能力不足。然而，他运用 ABCDE 模型进行反思。A 逆境，销售谈判失败。B 信念，我能力不足。C 结果，感到沮丧和自我怀疑。D 反驳，这次失败并不代表我能力不足，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，比如客户需求变化、市场竞争等。E 激发，通过反驳，麦克重新找回了自信，并积极寻找新的机会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4. 发展性格优势 YR 分类法。塞利格曼博士提出了 YR 分类法，帮助我们识别和发展自身的性格优势。YR 分类法 YR 分类法将人类的性格优势分为24种，包括创造力、好奇心、诚实、幽默、感恩、乐观等。参加 YR 性格优势测试，了解自己的优势，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优势。发展性格优势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，提升幸福感，并改善人际关系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性格优势的案例。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士，在测试中发现自己的优势是幽默和创造力。她开始尝试将幽默融入到工作中，并运用创造力解决各种问题。结果，她不仅在工作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，还赢得了同事和客户的喜爱。5. 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PERMA 模型。塞利格曼博士提出了 PERMA 模型，强调积极的人际关系对幸福的重要性。PERMA 模型包括5个要素：积极情绪 （Positive Emotion） 投入 ，Engagement 人际关系 （Relationships） meaning 和成就 （Accomplishment）。培养积极情绪，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，寻找能够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活动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，给予和接受支持，追求有意义的目标，并为之努力奋斗，设定并实现个人目标，获得成就感。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一个关于 PERMA 模型的案例。一位名叫本的年轻人，在大学毕业后感到迷茫和失落，他开始运用 PERMA 模型进行自我反思。积极情绪，每天记录3件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，投入参加志愿者活动，尝试新的兴趣爱好。人际关系，主动联系老朋友，参加社交活动。意义，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并尝试寻找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。成就，设定小目标，并努力实现。通过这些努力，本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方向，并获得了更大的幸福感。真实的幸福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而实用的方法，帮助我们提升幸福感。它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幸福的真正含义，还为我们指明了通往幸福的道路。通过学习这本书，我们可以理解幸福的3大要素：愉悦的生活、投入的生活、有意义的生活。掌握积极情绪的力量，感恩、乐观、希望。培养乐观思维，运用 ABCDE 模型。发展性格优势，运用 YR 分类法。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，运用 PERMA 模型。幸福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能力。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阅读真实的幸福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生活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，培养积极情绪，发展性格优势，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时，你会发现
幸福其实就在你的身边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拥抱真实的幸福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永远充满勇气和希望。